吉林发现神秘家族，一家人外表奇特，行为怪异，全蜗居在狭小的房间内，20多年不出门。他们为什么不出门？是不想还是不敢？这间房子里又是一副怎样的场景呢？探索地下世界尘封之谜，揭开历史层层迷雾，科普古今奇闻。本期九州秘史录就带大家一探究竟。邻里之间相互走动，彼此混个脸熟，平日有些小事也好相互有个照应。古话都说远亲不如近邻，但吉林某小区的一户人家却是个例外。我在这儿住了28年了，没看到过他家人出来过。据小区其他住户说，这家人在这里已经住了28年，但从未见过他们一家人出门，平日里也是门窗紧闭，以至于大家做了20多年的邻居，都还不知道他们家中有几口人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一个小伙路过这家门口时，惊奇地发现窗户竟然开了个小缝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小伙悄悄靠近窗户，往里瞥了一眼，可就是这一眼，差点吓得他魂飞魄散。小伙说，屋内灯光十分昏暗，家具凌乱地堆着，一副破旧的样子。不光是环境，小伙还在屋里看见了怪物。小伙说，屋内的住户是一群目光呆滞的老人，有的嘴角外翻，呲着大牙，有的瘦骨嶙峋，全身都是皮包骨，活像个骷髅。最恐怖的是，小伙看见了一个4脚行走的怪物在缓缓朝自己走来。这一切吓得小伙撒腿就跑，一路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。回到家的小伙仍有些惊魂未定，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发到了业主群，希望大家能帮他壮壮胆。还真有胆大的业主在看到消息后去一探究竟了，只不过都是朝里瞧了2眼便被吓得落荒而逃。如此一来，小区就流传这一个说法，讲这个神秘住户家中养着很多怪物，因为怕见光，所以才门户紧闭，不出大门。而且午夜时分，经常有人听到房间里发出瘆人的声音。这样的传言闹得小区终日人心惶惶，甚至还惊动了记者。为了了解这户人家的真实情况，记者决定进入小区进行采访。吉林一老旧小区，疑似有人在家中圈养怪物，大门紧闭，终日不出。记者为了了解真实情况，来到了小区进行采访。怀揣着不安与好奇，记者敲响了这户人家的大门。应声开门的是一位个子不高，年龄大概40岁的中年妇女，看上去普普通通，十分正常，并不像大家描述的那样可怕。记者讲明来意之后，女人很热情地领着记者进门了。记者边走边寻思其他住户口中的怪物是不是看错了，可接下来的一幕彻底让他理解了其他住户。一进屋子，记者就被眼前的场景吓到了。小小50平的房子住着7、8个人，而这些人个个脸色苍白，面部僵硬。那位40多岁的女主人好像看出了记者的心思，开始向记者介绍起来。她说，这些人都是她的家人，只是都得了怪病，才异于常人。女人说，家中年龄最大的是自己的母亲，叫杨继珍，虽然行动还算正常，可眼神却呆滞得很，嘴唇也有着明显的外翻。再就是3姐袁桂华，身体骨骼发生病变，无法直立行走，平时只能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往前挪动，这就是外人所说的4脚行走的怪物。家中病情最严重的还是5弟袁宝军，作为年近40岁的成年人，他的体重还不足60斤，浑身肌肉严重萎缩，很多地方只剩下皮包骨了。除此之外，他的舌头还布满了刀口。在过去的20多年里，他终日与中药为伴，但每天吃下的大量中药并没有让他的病情好转。袁家一大家子人，只有2哥袁宝德和给记者开门的4姐袁桂敏较为正常，2人也是共同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。袁桂敏负责在外打工挣钱，袁宝德则是每天在家洗衣做饭，照顾生病的家人，细致入微。他们也不是没想过去医院治疗怪病，只是始终没能成功，而且昂贵的治疗费用是他们无法承担的。一家8口的所有生活开销都只有依靠低保和袁桂敏微薄的工资。更让袁家人绝望的是，家中唯一正常的2个人也出现了发病的迹象。一天，袁桂敏发现自己的左手无法举过头顶了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这让袁桂敏意识到自己即将走上和兄弟姐妹一样的道路。如果袁桂敏真的倒下了，这个家又该如何是好呢？2哥一个人怎么照顾得过来这么多病人？幸好如此多灾多难的一家人，还有着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袁宝。
元宝是二哥元宝德的儿子，也是袁家孙子辈中唯一一个健康的孩子，全家人都将他视如珍宝。小元宝天真灿烂的笑容是全家人唯一的精神支柱，但这小小的幸福也可能随时消失。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小元宝突然染上怪病。每天元宝放学回家后，看着二哥担心小元宝，袁桂敏心里也是五味杂陈。结婚10多年，她一直没要孩子，并不是不能生，只是实在不敢。万一生下的孩子和家人一样患上了怪病，她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袁桂敏何尝不想当母亲，只是生活不允许她成为母亲罢了。好在这次记者的来访为袁家带来了一线希望，记者将袁家的情况发到了网上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很快，当地的骨伤研究所的方所长就联系上了袁家人。在没见到袁家人之前，方所长对治疗袁家人抱有很大希望。可到袁家之后，方所长发现袁家人并非普通的脊柱炎或小儿麻痹，并且他发现袁家母亲其实和一家人患的是一种病，只是病情较为轻微。一家3人都有这种怪病，这样看来很有可能还是一种罕见的家族遗传病。最后，媒体带着袁家人找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何教授。何教授在对袁家人进行了全面检查之后，诊断出他们患上的是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。这是一种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肌肉变性疾病，带有遗传性质，且不分男女。这也表示机灵可爱的小元宝也有在未来发病的可能。专家介绍说，该病的发病率在10万分之7，无论是从基因角度还是从肝细胞的角度治疗，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，所以迄今为止，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还没有根本性的治疗方案。残酷的事实摆在了袁家人面前。袁桂敏说，尽管未来的日子更加艰难，但他从来没有怕过。无论如何，他和家人都不会被生活打败，更不会对生活感到绝望。自从袁家的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，他们的生活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。在邻居眼里，袁家早已不是什么阴森恐怖的禁地，而是需要帮助关怀的邻居。袁家人坚强、乐观、自立自强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我，为我点赞转发，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